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CF-VLS 节点的特性，以此为契机，我们就可以用手头上的 VPS 来制作 Proxy IP 以及反带 IP。当然，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固定 IP 到底分为哪几种情况。今天我们就将这个话题彻底终结。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概念图啊，这个就是 CF 原生节点特性的总结，主要分为这4种情况。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种，访问2类网站。因为在 CF 节点的眼里，它只能分辨2种网站，第一种网站就是 CF 类网站，第二种网站不是 CF 类网站。那所谓的 CF 类网站，比如说用了 CF 的证书，或者是套了 CDN 的网站，比如说 ChatGPT。如果你真不知道，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来检测啊。就是你把 proxy IP 这行代码给删除掉啊，就是不填 proxy IP，哪些网站上不去，那这个网站就是 CF 网站，这个是最铁打的一个分辨方法。然后非 CF 网站这个就太多了，一般国际大厂的网站都不会是 CF 网站。然后第二点啊，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CF 网站的话，它的决定因素就是 proxy IP。一般我们的 IP 检测网站如果检测出它的 IP 显示的是 proxy IP，那说明 IP 检测网站它就是 CF 的网站。与之相反的就是非 CF 网站，它是什么决定的呢？它就是客户端优选地址，比如说 v2n、v2ng 啊，上面写的地址啊，这里要你优选 IP 的这个地址。第3点啊，就是检测到的 IP，因为是 proxy IP 啊，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类 IP 检测网址它显示的 IP 就不是104.28开头或者2A09开头，那这个网址就是 CF 的网站啊。那比如说啊 IP 点 SAB 啊，它检测的 IPv4 地址肯定就是 proxy IP 啊，所以它就是 CF 网址。而非 CF 网站只会出现104.28开头、2A09开头。最后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关注的 IP 变动情况。CF 网站的话，它是可以固定 IP 的。如果你把 proxy IP 设置为 IPv4 地址或者 IPv6 地址，那它的 IP 就是固定的。多 IP 汇聚的一个域名的话，那可能刷新一下就会跳一个 IP。当然，它仅针对的只是 CF 网站，毕竟 CF 网站只是占了一小部分，但是你访问油管、谷歌，他们还是会跳。如果你使用原生 CF 节点，它是不可固定的啊，它是100%会跳的。待会儿我们就要改变这个现状啊，大家可以看最下面一行啊，通过第三方的 VPS 自定义设置，我们要达到去除红字非于步后的效果。那我去除之后，检测到的 IP CF 网站也是104.28、2A09开头，跟这个非 CF 网站它们的结果是一样了，不可固定变成了可固定。CF 网站和非 CF 网站都可以固定 IP， 那这个 CF 节点就非常的完美了。概念性的东西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行实战。首先，关于 CF 节点的搭建啊，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啊。那我这里的话已经创建好了 CF-VLS 节点，这个节点就是我手搓的80系的节点。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一个 IP 情况。首先我打开 ipapi.com 这个非 CF 域名的 IP 检测网址，你可以看到它的检测地址是104.28开头的。检测的地址是美国啊，我们再看一下 IP 点傻逼啊，因为它是 CF 网站啊，所以它检测的都是 proxy IP 啊。我的脚本默认是用大佬的那些域名，所以它的 IP 也有可能是会变的啊。那所以这2个网站显示的是不同的地址，也表明了原生的 CF 节点看你的网站是不是 CF 网站还是非 CF 网站啊。这里的话一目了然，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啊，绝大部分大家使用的都是非 CF 网站啊。那比如说我刷新一下，它的 IP 可能会变啊，160.80。那我现在刷新一下，啊，变成了161.73啊，它的 IP 是会变的。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proxy IP 以及反带 IP 啊。勇哥这里演示的 VPS 是甲骨文云英国的 VPS， 我这里做了一个处理啊，就是我把它的 IPv4 地址给删除了啊，仅留了一个 IPv6 地址，所以它是一个纯 V6 的 VPS。首先这个 XUI。啊，我已经装好了啊。首先，我们先制作优选地址的反带 IP， 并且这个反带 IP 是80系专用的啊。
我们要添加节点，选择 vless， 我们要用到 reality 协议，这里的端口随意，然后留空选择以下。首先我们要改这个域名啊，域名的话必须符合2个要求啊，第一个要求必须符合 reality 协议规则的域名，第2个要求必须是 CF 的域名。那这里我也找了几个啊，比如说 time 点 is 啊，这个域名可以用的啊。那下面的域名保持同步，然后这里443端口必须改成80端口，再点击添加，一个80系专用的反带 IP 就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试一下啊，地址必须是 VPS 的 IP 地址，端口必须跟这里的主端口保持一致啊，就是59114。然后我们点击确定，然后我们开启代理。现在改完之后，你就可以看了啊。IP 点傻逼这个 proxy IP 就不用看了啊，因为我压根就没改过啊，所以它肯定没变化啊。关键我们要看这里的非 CF 域名检测网址，我们刷新一下，它原本的美国地址就会变成英国，因为我们的客户端地址的 IP 就是英国的，所以国家肯定会变啊。那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OK 啊，你会发现变成了欧洲啊，英国。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443系的反带 IP 地址，同样的 vless 端口随意，打开 reality 啊，然后我们再改一下域名吧。刚才说了，符合2个要求啊，这类的域名也是非常多的，你可以自己试啊。我们就 IP 点打 B，OK， 之前的80系端口必须改成80啊，那443系的保持默认啊，443就可以了。然后点击添加，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 TLS 节点。我们克隆一个，地址肯定是一样的啊，不变。然后这个端口，注意啊，端口必须是刚才设置的这个主端口27784，然后下面的 TLS 开启 ，SNI 填一下吧，就是这个 workers 地址，点击确定。你必须要看一下这个参数里的封片功能啊，要开启啊，因为我用的是 workers 地址开 TLS。设为活动服务器，然后我们这里开启，我们再刷新一下非 CF 的 IP 检测网址，它的国家肯定不会变啊，最多就变一个 IP 地址，刷新一下 ，OK 啊 ，IP 地址果然是变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改 proxy IP 了，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啊。那我们现在再添加一个 reality 节点，选择 reality， 注意啊，这里的端口现在要改了啊，必须写死443，然后下面的端口也是443啊，必须保持一致，一模一样。然后这里的域名就跟刚才一样啊，符合2个要求就可以啊 ，time 点 is，time 点 is， 然后点击添加 ，proxy IP 就已经做好了啊。那我们现在改一下节点的 proxy IP， 首先改80系的，注意啊 ，proxy IP 它无论是80系还是443系都无所谓啊，都通用的啊。DYIP 等于 IPv6 地址，复制一下中括号里面加上这个 IPv6 地址，然后我们点击确定。下面是443系的 TLS 节点，同样的啊 ，pass 路径确定，再启动。首先看一下这个443系的 TLS 节点，那这个非 CF IP 检测网站就不用看了，我们要看 CF IP 检测网站，就是这个 IP 点傻逼啊，我们刷新一下就会变成 VPS IPv6 的地址。刷新一下 ，OK 啊，你会发现这个就是 VPS 的这个 IPv6 地址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作为活动服务器，我们看一下80系的其实也可以啊。我们再刷新一下，通用的啊。那有些小伙伴会说，勇哥我不用 XUI 啊，我喜欢用一键脚本啊，那也可以。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勇哥的这个傻逼脚本，我已经安装好了啊。我们改的还是 reality 协议啊，目前 reality 默认的域名是雅虎啊。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更改，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傻逼脚本的话啊，勇哥这里的域名443已经把它写死了，这就说明了我们的80系的反带 IP 是无法制作的，这个大家要清楚。我们现在开始制作一个443系的反带 IP 啊，我们选择3，再选择1啊。我们其实改它的一个域名就可以了 ，time 点 is 回车，
再回到主菜单啊，已经改好了。那这个443系法的 IP 就已经做完了啊，无非就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端口而已。那这里的话，我只能改 TLS 这个节点，80系是不支持的啊。那我这里就改一个端口就可以了，改成这里的65192，设为活动服务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非 CF IP 检测网站，刷新一下，刷新的结果无非就是变动一下 IP 地址，刷新一下。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Proxy IP， 除了这个域名要改动啊，还要改动它的一个端口，端口就是改成443啊，我们选择4，然后选择1啊，然后就改成443就可以了。啊，这里的话啊，端口被占用了啊，因为 XUI 已经占用了443端口啊，那所以这里它给你提示了，那原理其实是一模一样，这里我就不操作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实现本期视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固定非 CF 网站的 IP， 就是把它给固定了。现在这个 IP 还是会变啊，对于访问非 CF 网站来说啊，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比如说你下载经常会中断，比如说看某些直播也会报错啊，比如说这个网站，很多人会经常报错。我们看一下啊 ，OK 啊，我靠，刚点进去就直接报错了啊，为什么会报错呢啊？因为这个 TWITCH 啊，它有个特点啊，如果跳 IP 的话，最高画质 1080P 就会报错啊，如果你把它切换到低画质，那它应该就不会报错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要安装全局双站 WRP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啊，可以使 CF 节点访问非 CF 网站的 IP 固定。XUI 和傻逼脚本他们都内置了勇哥的这个 WRP 脚本。我们进入啊，安装 WRP， 选择管理 WRP， 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安装啊。好，接下来选择2和3都可以啊。如果2安装不成功，那就选择3啊。那我先选择2，然后再选择1，然后必须选择3啊。安装双站 IPv4 加 IPv6，选择3。OK 啊，安装已经成功了啊。那现在我们要见证奇迹的时候就到了啊。那安装成功之后啊，相关的节点它会自动应用。现在我们刷新一下啊，刷新完之后，它这个 IP 就不会变了啊。我们刷新。OK 啊，记住啊，104.28.154.98，现在已经写死了。然后我们点开 IP 点傻逼啊，它刷新一下啊，它这个 IP 就会变啊，变成 WRP 的 IP。刷新一下啊，它就会变成2109开头或者104.28开头。OK 啊，它是2109开头 IPv6 地址啊，你会发现它这个地址跟 VPS 生成的 IPv6 地址是一样的。那这里的话，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有些 VPS 虽然做了 Proxy IP， 它还是访问不了手机端的 ChatGPT 客户端，还是会报错。那如果你套了 WRP 之后，手机端的 ChatGPT 客户端就可以用了，你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TWITCH 啊，这个直播平台，我们现在是低画质啊，我们切换到高画质 1080P。看一下还会不会报错，因为刚才的话几乎在2秒钟之内就会报错啊。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 ，OK 啊，应该是不会报错了啊，应该是不会报错了，那说明它的 IP 已经固定了。找一个延迟低的、速度好的 VPS 做反的 IP 就非常的关键。那我这里是英国的 IP 啊，结果就非常悲剧啊，至少不会报错了啊，这个是实在话。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张图，那2个红字去掉之后是否实现啊？首先第一个 Proxy IP 啊，这个的话已经实现了啊 ，Proxy IP 变成了2109开头。然后第2个固定 IP， 我们再刷新一下 194.98，OK 还是没有变。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教程了。很多人认为啊 ，Proxy IP 为单 IP 的话就可以固定 IP 啊，这种说法是比较片面的，因为它仅仅固定了 CF 网站的 IP， 全世界大部分非 CF 网站的 IP 你并没有固定，所以今天的教程就解决了这个痛点。第2点，一定要想清楚啊，你买的这个 VPS 是不是值得服务 CF 节点？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你用一个很好的 VPS 来服务 CF 节点，那我觉得你干脆直接用 VPS 得了。
对吧？这个大家要考虑好。然后第3点也是比较讽刺的一点，为什么建议你用 IPv6 啊？如果你用 IPv4 的话，有可能就被那些搞反带 IP 的大佬给扫去了啊，充当他们的公共 IP 库分享给大家了。说不定哪一天你在某个大佬的 IP 库里面看到了你自己的 VPS 的 IP， 那这个就比较讽刺。那然后说的第4点，为了解决刚才说的被扫的问题啊，据说啊，安装全局 WRP 之后啊，就能减少被扫描命中的风险。OK 啊，可以说今天的教程是勇哥 CF 节点的最终教程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